原来这个世界再也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虽然4月真的股灾了，但说好更大的危机，说好的抄底机会呢，永远都不会出现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悄悄地改变了规则。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好，我是小黎生。以前我们经常听说经济危机要来了啊，股市要崩盘了，好像每隔几年就会来一次。比如说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呢，就过了2-3年嘛，互联网泡沫就爆破崩盘了，然后再过了几年了，就是08年的金融危机了。而老一辈的人就教我们嘛，危机就是危险里面大的机会，只要我们敢在别人恐惧的时候呢，疯狂的贪婪去抄底买入，就可以逆天改命了，甚至一夜暴富了。也就是说，这种毁灭性的崩盘呢，一直以来就是财富大洗牌的机会，把有钱人的资产贱卖给普通人。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种感觉好像就消失了，好像自从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我们这10几年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毁灭性的全球崩盘，就不给机会了。如果硬要说的话，就是20年疫情时候的美股熔断，但不到1个月左右呢，美股又马上涨回来了，然后又创新高了。还有今年美股就开始下跌，甚至4月还全球股灾崩盘了，但也很快反弹回来了。就是现在虽然也会崩盘了，但时间是很短，很快就会恢复了。每次才刚听说危机要来了，想进场抄底的时候呢，才发现市场早已经反弹结束了。但同时呢，你又会发现，不止你是这样的，股神巴菲特他人生赚钱最快的时候就是08年金融危机抄底赚的嘛。但是今年4月的股灾呢，他也跟很多人一样，都来不及出手抄底，然后股市呢又爬上去了，所以他第2季度的利润暴跌了60%，而且不止他一个，还有这个罗杰斯、达利奥、戴蒙之类的华尔街有头有脸的巨鳄都没有出手，为什么？有没有可能这些有钱人大机构已经掌握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呢？也就是说，并不是没有危机，只是有人不愿意让这场游戏真的停下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危机按下了快转键。真的可以说，我们正活在一场精心设置的游戏里面，而大多数的人呢，却连这个规则书都没有看过。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今天我跟你去玩大富翁，但只有我是可以拥有无限印钱的能力。我每一次快破产的时候呢，我就直接给自己发钱，继续的去买地建房收租。你觉得这个游戏我会输吗？而现实的世界也正在发生一模一样的游戏。最近几年呢，一套叫做 MMT 的规则，直接把过去经济学家都揍了一顿。美国的资本家发现了一个方法，只要可以无限的去印钱撒钱，就可以快速的破灭每一次金融危机的火苗。比如说疫情来了，就直接发钱；银行快倒了，就直接兜底。但这场游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平等参与的，这是一场让这个世界有钱人的财富可以永远延续的游戏。我有钱的，赚不到更多的财富，抄不到底是无所谓的。最重要的是，我要让这个世界的穷人永远没有办法和机会去翻身。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想要永远错过下一个10年，如果你不希望每一次都是最后一个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进场赚钱，如果你好奇这个 MMT 究竟是怎么在背后操纵这一切的，那么我强烈建议你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后续你会得到更多，不只是现象，而是拆解规则的资讯。规则一旦你听懂了，就是你这辈子跨越阶层的起点。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呢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你会压住未来的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值钱呢，还是钱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值钱呢？这个问题毫不夸张的讲，将会影响你未来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是贫是富。为什么自从08年之后就很少出现崩盘和经济危机呢？各位，那些经济大萧条、金融危机、股灾是怎么形成的呢？很简单嘛，就是钱不够。所以只要印钱印到够，金融危机呢就不会发生。而只要用了 MMT， 印钱呢是可以没有任何后果的，是可以一直印下去的。所以钱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值钱。什么意思呢？在以前就算发生什么大萧条、经济危机之类的，政府都不会去救了。为什么？因为当时那些经济学家、那些国师就告诉政府，这个市场呢是有免疫力的，就算崩盘了也会自己去调节的。如果你政府出手了，就等同于你去保护那些弱者，然后去阻止新的强者诞生，相当于阻止了你身体的新陈代谢。
让那些本来该被淘汰的垃圾公司呢，继续的苟延残喘，继续的浪费政府的钱，因为他们会知道，无论自己闯了多大的祸，自己有多烂，但因为自己是最大的公司，是贵族，那么政府呢都会出来救了。所以呢，就必须要透过短期的痛苦来换取长期的健康，就好像森林大火一样，虽然短期被烧得一片焦黑，但却清理了那些病毒和害虫，让整个森林长出来更健康、更茂盛的树。所以比如说1929年大萧条的时候呢，虽然无数的汽车公司都倒闭了，但有一家死不掉叫做通用汽车的公司，反而把这些倒闭的公司给买下来了，而且还把这些倒闭公司的技术手法、所有的商业机密全都吸到自己手上，然后一转身直接成为全世界汽车行业的老大，让美国的国力变得更强。简单来说呢，崩盘反而是好事啊，因为可以把旧的贵族推倒，让新贵族上位，然后呢，整个国家反而会发展得更好。这个传统的理论呢，就相当于一个纯自然疗法的医生，觉得就算有多重的病，都可以靠自己的免疫力恢复的。那么听到这里呢，如果你是刚刚新上位的资本家、新上位的贵族，你会不会允许后面又会有新的贵族用同样的方法把你推倒，然后取代你呢？当然不会嘛。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当然要守住啊。所以在这个大萧条发生了之后呢，这些新的资本家就扶持了一个新的政府上位，而且还发明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学理论，告诉这个新的政府，如果身体都快要病死了，难道你还要等它自己好起来吗？为什么有药却不去吃呢？病得太重的时候，身体它不一定可以自我修复的，免疫力不够的话，就会陷入恶性的循环，就永远没有办法自己好起来了。什么意思呢？在大萧条的时候呢，虽然这个通用汽车是可以脱颖而出，但这呢也只是个别的案例，真实的情况呢，就是无数的公司都倒闭了，很多人就失业了，失业就没钱消费嘛，没钱消费就只会让更多的公司倒闭，只要你出来做生意了，就都亏钱，然后呢就没有人做生意了，大家就算手上有钱了，也绝对不会出来花钱和投资了，经济呢就会彻底的死掉，而且还会无限的持续下去，看不到尽头了。然后你美国天下第一的这个位置呢，就要让出来给其他国家了。所以你这新上位的政府呢，就相当于一个医生，你要救还是不救呢？当所有的人都不去消费的时候呢，你政府其实就必须要站出来花钱，打破这个死循环。比如说你政府亲自下场去花钱修路、修桥啊，去投资搞个机场啊、铁路啊、基建啊什么的，直接创造一些工作，让失业的人有收入，那么他们就会去消费嘛，相当于给老百姓发钱嘛。而且你还要把这个利息降低，让大家借钱的成本变低，这样才可以刺激老百姓去贷款买车买房，刺激做生意的去投资建厂。所以从此之后呢，这个被新的资本家扶持上去的新政府就废掉以前那种自我修复的疗法，只要经济崩盘了，政府呢就会出手去救，喂药给市场吃，而且还把升息跟降息这个重权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美联储去决定。但你还别说，这一套吃药治病的方法呢，直接把美国经济的这辆车快速的抛离了全世界。如果美国经济这辆车跑得太快了，会撞的时候呢，美联储就会升息来踩刹车，让经济减速，防止过热跟通膨。反过来呢，经济太慢了，美联储就会降息踩油门，刺激经济加速。那这一套在08年金融危机之前呢，还是非常有效的。但就在08年的时候呢，就算在很短的时间，美联储把利息从 5% 降到几乎等于0了，就是把这个油门踩到底了。这辆车因为被撞得太狠了，还是动也不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技术提升了。很简单，假设今天市场呢只有100块，一年市场呢是可以造出来10辆车的，而这100块呢刚好是可以买到这10辆车的。但是今天因为造车的技术提升了，一年可以造出来20辆车了，但是市场依然还是只有100块，也就是说10辆车卖100块，20辆车也还是只能卖100块的时候，那么这些车呢就相当于降价了，也就是通缩了。再简单来说呢，虽然造车的技术变好了，生产的东西变多了，但市场上的钱还是这么多，那价格呢就会被砸下来。所以我们做生意的，就算我多生产了一些产品，
但这个产品的价格却往下跌啊。那就算你美联储把利息降到0，鼓励我去生产，那我也不愿意借你这个钱啊，因为我生产也没有用，赚不到钱啊，所以我就只能倒闭了。那大量的人呢就要失业，失业就没有人消费，然后再一次出现那种恶性的循环，那怎么办呢？吃药医不了了，那就打针嘛。产品变多，但钱不够，那就印钱嘛。08年之后呢，美联储就不断的去印钱，然后把钱以接近于0的利息借给美国政府跟银行去花了，银行呢就会把钱借给一些资本家，让他们去回购自己家公司的股票，或者去抄底一些贱卖资产，而政府呢就可以去兜底那些没有人要的毒资产了。也就是说，08年之后呢，不是经济危机不存在了，其实这个危机反而更严重了，连降息都救不了了。只是呢，美联储直接为经济打针，直接印钱和撒钱。20年疫情也是一样的，大家都不能上班和消费了，经济一盘死水了。美联储直接打开印钞机，没有上限的去印钱，然后借给美国政府，让他见人就派钱。还有23年，不是很多银行都要倒闭吗？虽然当时的美联储还在升息啊，但他也私底下偷偷的透过一些新的工具给他们印钱救急了。简单来说呢，美国的经济病的是更严重了，但只要印钱去打针就可以续命。那美国这样无脑印钱真的没有问题吗？所以资本家又发明了一套现代货币理论 MMT， 告诉你还真的没有问题，只要让全世界替美国买单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呢？ MMT 呢就2句话。第一，美国欠的债不是债，印钱就可以去还了。很简单，以前美国呢是跟黄金挂钩的，假设你印100块美元啊，你就要有100块黄金存在美联储。我拿着你100块美元呢，我就可以到你美联储换到100块黄金了。所以如果政府他想要多印100块美元的话，他就要有多100块黄金。但是黄金的数量是有限的啊，金矿就这么多了，开采的时间就这么长了。如果市场上没有100块黄金呢，但政府却需要多印100块美元，那么政府呢就只能向市场去借100块黄金了。但是当时的资本家呢就会把他们的黄金囤起来，埋在自己的后花园里面，不会借给你政府啊。所以政府呢就会先印100块美元，然后花出去，帮你这个老百姓赚到钱了，那么他们就要交税给你政府。当他们交了100块的税给你政府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回来这100块嘛，这样就可以把你多印的100块美元抵消掉了。所以黄金跟美元挂钩呢，也就是在金本位的时候呢，美国就不能想印多少钱就印多少钱，但是美国花出去100块却收不回来100块的税，那这样政府呢就不断的借钱花钱，但赚不回来钱，然后就会倒闭。所以1971年的时候呢，美国就取消了这个金本位。简单来说呢，现在美国它想要印多少钱就可以印多少钱了，这就是 MMT 嘛。今天我美国借了全世界37万亿美元，但我国库里面呢是没有价值37万亿的黄金了，因为我还钱的时候还的不再是黄金，而是美元了。而美元呢，我只需要让美联储印出来，然后零成本借给我去还钱就好了。所以 MMT 告诉你的第2句话呢，其实政府欠的钱越多，普通人的生活就会越好了。很简单嘛，美国政府不断去借钱印钱，然后把钱都发给老百姓了，那么老百姓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了，那自然生活就好了。如果我们把经济看作是一张什么资产负债表，那么就是让你政府去负债，然后去增加老百姓的资产嘛。但是你会发现，老百姓的资产好像并没有因为印钱而增加啊，反而因为印钱啊，钱变多了，通胀了，钱变得不值钱了。就今天你赚回来1万的薪水呢，明天却贬值到5000了，老百姓的钱反而贬值的越来越厉害啊。那是不是说这 MMT 没有用了呢？其实钱呢不是没有到老百姓的手上，只是到了有钱的老百姓手上。很简单，经济崩盘的时候呢，资本家就会让美联储去印钱，然后借给美国政府跟银行，然后他们就会再把印出来的钱零成本的借给资本家，让他们去抄底贱卖的资产，或者在低位去买回自己家公司的股票。所以钱呢是资本家让美联储印的，而钱最后呢也只会流到资本家的手上，因为只有资本家有钱了，他们的企业才不会倒，
不会倒了才可以继续的发薪水，大家才可以有工作继续的花钱。所以能听懂了吗？所有的危机呢，其实都是没有钱的危机。一旦钱是可以无限印的时候，还存在危机吗？当现在资本家有难了，美国就会用所有人的钱去救他们。印钱的游戏规则呢，从设计上就是为了确保有钱的人可以更快的去跑赢通胀，甚至可以利用通胀变得更有钱。所以这些资本家不但不会倒下被取代，而且还会变得更大。也因为这样，现在美国前20大的公司呢，就占据了美国接近一半的市值了。游戏的规则早就彻底改变了。如果你看的书呢，还是在这个 MMT 出来之前写的，那么你就会起早贪黑的去存钱，然后等待崩盘之日、抄底之时，然后你的钱呢就会被通胀洗劫，变得不值钱了。所以只要这个世界的钱只会变得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不去学，但都一定要去学会投资，学会把你的钱透过资产翻倍。而大部分的人去投资呢，总是花时间放在研究什么抄底和逃顶，还有预测未来上面。这其实跟赌博没有区别了，因为只有资本家才有这些内幕消息。所以我们投资想要长期稳定的赚钱，我们要去做了，就是去制定一个大概率能赚钱，而且允许自己输得起钱的计划，让自己输少赢多。而且这套计划和系统呢，是可以贯穿任何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了。而我们的方法简单来说呢，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可以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只会亏1块给你。长期去玩这场游戏呢，我们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开赌场，在投资啊。而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这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而且这一次我跟你保证，这个股票投资班呢，将会在这个月之前随时就会下架，也就是说里面任何内容、任何福利你错过之后就没有了。所以钱不够呢，就会引发金融危机，但印钱印的太多呢，就会引发通胀的危机。但为什么现在美国依然可以无脑的印这么多钱呢？很简单，只要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美元，那么通胀呢就可以转移到全世界了。刚才说了，在我们人类技术还没有进步，也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了，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供应不足。简单来说，就是粮食不够吃啊，衣服不够穿啊。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呢，这个问题就直接反过来了。有了机器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反而堆积成山了，所以产品太多了，但是钱不够。那刚才说美国的解决方法就是印钱来买嘛，但是全世界也是有同样的问题的。这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呢，不是生产国就是资源国了，也就是说他们也是要靠卖东西才可以活下去了。一旦东西卖不出去了，就会跟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一样，有产品但没有人去买，然后企业倒闭，无数人失业。所以当这些国家的资源跟产品在自己国家已经卖不出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卖给全世界。而当大家都在提供产品却没有人去买的时候，那2次的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了。而美国这2次大战基本上呢都没有下场去打了，所以不但保存了国力，而且还靠卖军火赚到钱，成为了这个世界经济最牛的国家。所以大战结束之后呢，美国就走了出来说，既然大家的东西都没有人去买，而我美国现在是最有钱了，那么你们的产品就都由我来买吧。你们缺市场，那我就给你们市场。你们给我资源跟产品，我给你们美元，你们拿着美元哦，就可以去买其他国家的资源跟产品了。所以之前就讲过嘛，当全世界买石油、做生意都需要美元的时候呢，那么全世界都要去囤美元。尤其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当时的索罗斯就大量的去卖泰铢，然后买美元，让泰铢疯狂的贬值。而泰国手上却没有足够的美元储备去把泰铢买回来，去稳住泰国的汇率，所以泰国呢就被做空洗劫了。也就是说，在08年金融危机，美国大量印钱之前呢，
索罗斯其实就教给了全世界一堂课，告诉全世界，你们手上呢一定要有足够多的美元，因为如果你手上的美元被损耗空了，你的资产跟汇率呢就会崩盘，然后我们美国资本家就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去抄底你们国家贱卖的核心资产。再简单来说呢，你如果想要跟全世界做生意，不想自己的国家汇率跟资产崩盘的话，你就必须要去囤美元，而想要去囤美元，就必须要把自己家的产品跟资源都卖给我美国。同时呢，美联储就会去印钱，然后转移到我美国资本家的手上。这些资本家呢，就要把这些钱花出去全世界，不能让美国通胀，所以他们就可以在全世界买。全世界商品越便宜呢，我们美国印的钱就越值钱。这样我们美国呢就可以专注于研究高科技，而且这一套印钱的玩法呢，只有我美国可以去买。比如说2020年疫情的时候，阿根廷跑去印钱，结果通胀就直接爆了。阿根廷的老百姓宁愿去用美元，都不用阿根廷的货币。他们普通人存了一辈子的钱了，瞬间就归零了。还有土耳其也不信邪嘛，也去降息印钱，结果货币2年呢就贬值了70%。也就是说，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去印钱只会被当成废纸。也就是说 ，MMT 告诉了全世界，你们其实呢是没有拯救经济危机的能力的。如果你们发生了金融危机，要么你就要等着我美国出来救你，借高利贷给你，然后你世世代代为我美国打工还债。要么呢，你就要等着你的资产崩盘了，我美国印钱来抄底你贱卖资产。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如果你一直有看我的影片，你就会知道，美国要发生金融危机只有一个原因，不是什么美联储降不降息、升不升息了，而是美联储它不去扩表印钱，眼睁睁的看着美国崩盘。所以08年金融危机、20年疫情，还有23年升息的银行倒闭潮，其实美国它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救起来了，它不需要崩盘的，就是早一点去印钱，就不会出现崩盘了。因为它印钱之后，资产的价格就瞬间被拉起来了。但为什么它要等到崩盘了才去印钱呢？很简单了，就是资本家要抄底嘛，抄底了之后，然后印钱快速的把价格推上去。如果价格一直涨了，那么就要印几倍的钱，才可以继续的把资产的价格推上去。而当资产跌下来了，变便宜了，钱变多了，就可以消化掉这些新印出来的钱了。资本家呢也可以低买高卖了。而为什么去年我就卖掉美股，把美元换成黄金、白银、比特币，躲过了今年的4月股灾呢？就是为什么就算现在股灾已经过去了，我宁愿去买台股、欧股，也不会去买美股呢？因为我看空的不是美股，我看空的是美元。各位刚才说的，美国印钱的前提呢，是全世界都去囤美元，对吧？而全世界要囤美元，是不是就要去赚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搞个关税代表什么呢？是不是就代表让全世界的商品都卖不到给美国啊？是不是就是让全世界赚不到美元了？那这不矛盾吗？美国政府上一个月就接走了市场1万亿，但是到了现在，美联储还不去印钱去兜底美债，为什么？因为它不能印钱啊！你去看美国的通胀数据啊，才23%，还是很低。但如果你真的去了一趟美国，它实际的物价有多贵呢？你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了，因为现在的美元也很便宜嘛。我想说的是，如果美国透过关税让全世界发现美元越来越难赚了，而美联储如果还去印钱的时候，你猜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美元就会在美国本地泛滥。现在这套靠印钱解决一切的 MMT 魔法呢，就会瞬间的反噬自身了。也就是说，现在美元呢已经提前开始下跌了，都跌成这样了。那么当美联储印钱之时呢，美国的通胀因为关税而没有办法赚给全世界的时候呢，那么美元就真的会像巴菲特说的一样，要下地狱了。所以虽然美国股灾之后呢，现在还是风平浪静的，但风暴发生之前不就这样酝酿的吗？也因为这样的风险呢，我现在可以去玩台股、玩欧股、玩黄金、白银、比特币，我也不需要去冒这个风险去玩美股啊。比如说我们内部补习班的弟子就知道，我们在6月27号的时候呢，开始布局了一只台股2368，而现在这只股票已经涨了64%了。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的投资逻辑，想要获得我布局的思路以及最新的消息的话，那么我只能说，
还没有去看股票投资班呢，趁现在还是免费，趁现在里面还送福利，趁这个月下架之前呢，赶快去看吧，因为错过了进场的机会，不知道又要再等多少年了。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你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就是我影片的逻辑呢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看之前的影片哦，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说了，我不能每一次都解释了，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看完前2、3集。而最近的局势呢，只会更加动荡，但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一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